前几天，前总统蔡英文跑去北一女做了一场毕业演讲，这场演讲在网络上传得很疯，尤其是对于那些刚考完试准备填志愿，或者在社会上拼命想证明自己的年轻人来说，简直就是一记闷棍打在头上，却又让人摸着脑袋想哭。他在演讲里提到了一个很好玩的故事，他说，当年他国中毕业的时候，他妈妈其实非常期待他能穿上北一女的绿色制服，结果呢，考试出来差了2分。就因为这区区的2分，她最后穿上了中山女中的白色制服。你想象一下，一个15、16岁的少女，看着那差了2分的成绩单，当下是什么感觉？大概觉得世界要崩塌了吧？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输在了起跑点？是不是辜负了家人的期待？在台湾这种考试至上的社会里，2分有时候就像是天堂与地狱的界限。但老头自己想问你，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当年差了2分的白衣少女，最后去哪里工作了？他去了北一女隔壁的那栋大红建筑物，在总统府里当了8年的邻居，每天接待外宾，处理国事。这个故事妙就妙在，当你站在命运的当下，那1分、2分的差距看起来重如千钧。可是等你活到我这个岁数，回头去看，你才会发现，那2分根本不是什么终点，它只是另一条路的起点。如果当年他多考了2分，顺利进了北一女，他高中的压力可能会更大，甚至可能在那个极度优秀、极度压抑的环境里，长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最后说不定根本不会走上政治这条路。我们这辈子从小就被灌输一种起跑线迷思，家长告诉你，差1分就差了一个学校，老师告诉你，少一题就少了100个竞争对手。于是我们每个人都紧绷着神经，把人生当成一场不能有任何失误的100米障碍赛。只要稍微落后一点，只要踩错一个步子，我们就觉得自己完蛋了，这辈子没救了。可是人生根本不是运动会的操场，没有人规定你只能沿着跑道往前冲。人生更像是一片没有地图的荒野，你往左走2步，或者往右拐个弯，当下看起来是绕路，但谁知道那是不是通往水源的捷径？老头自己活了快半个世纪，看过太多在起跑线上摔得狗吃屎，最后却在半路开出跑车的人，也看过太多在起跑点上意气风发，最后却在半路迷失方向，把车开进水沟里的聪明人。所以别再为了当下那差了几分、差了几名，或者没能进去某个理想的公司而要死要活了，那只是命运在推你一把，让你去看看另一条路上的风景。说实话，小英总统在演讲里说的最重也最刺耳的一句话，其实是这句：人生不是考卷，不需要每一题都有标准答案。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句普通的安慰，但对我们这些习惯了优秀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把手术刀，直接切开了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焦虑。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好学生综合症。什么是好学生综合症？就是你从小到大都很努力，你习惯了被期待要一直优秀，一直表现稳定，一直知道答案，你的安全感全部建立在别人给你的分数、主管给你的绩效评估、社会给你的头衔上。这种人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是我不知道答案。老头自己年轻的时候在业界带过很多刚从名校毕业的实习生，这些孩子每一个履历都漂亮的像艺术品，英文流利，简报精美，问他们教科书上的理论，他们能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只要我丢出一个真实商业世界里的问题，比如现在产品销量下滑，竞争对手突然降价，我们的行销预算只剩1半，你觉得该怎么办？这时候这些优秀的孩子脸上就会露出有一点惊恐的表情，他们会看着我，眼神里仿佛在问，老头，这题的课本解答在第几页？这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当我告诉他们这题没有标准答案，甚至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只能去试错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陷入一种极度的焦虑与挫折中。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能力不足，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这就是考卷思维的遗毒。在学校里，考卷上的每一题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写在红笔勾选的解答本里。你只要照着公式套，照着标准步骤走，你就能拿到满分，得到掌声。但是真实的世界根本没有红笔，更没有解答本。当你踏入社会，你会发现，你遇到的每一个重大决定，全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要不要买这间房子？这个专案要往哪个方向发展？这些问题，不管你怎么计算、怎么评估，都不可能得到一个100%正确的答案。每一个决定背后都带着不确定性，每一个选择都要付出代价。如果你一直抱着好学生的心态，非要找到那个最完美、最正确的答案才肯出发，你最后的下场就是原地打转，被焦虑折磨得不成人形。因为你害怕犯错，害怕拿不到满分，所以你干脆不交卷。但老头子也要告诉你，在真实人生里，不交卷才是唯一的0分。一次考试失利不会决定你的一生，一次职涯的转弯也不代表你走错了路。人生不是一张非黑即白的答题卷，它更像是一场随时在调整航向的航海旅行。只要你的船还在动，就算开进了暴风雨，你也随时有机会调整风帆，找到新的陆地。
这次北一女毕业典礼的主题用了一个很特别也很少见的拉丁字 solivagant。小英总统说他非常喜欢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孤独的漫游者或者自得其乐的独行者。它不只是形容一个人单独旅行，更是一种享受独处、自在探索世界的姿态。老头 Z 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心里动了一下，因为在这个连去上个厕所都要滑手机，生怕错过任何一则讯息的时代，我们这个社会真的太害怕孤独了。我们把一个人等同于孤单，把独处等同于人缘不好。我们拼命地去社交，去参加那些我们根本不感兴趣的聚会，在群组里发一些无关痛痒的表情符号，只为了证明自己不孤单，证明自己合群。但你真的不孤单吗？很多时候，你待在一群人中间，嘻嘻哈哈地喝着酒，心里那种空虚和寂寞，反而比一个人待在家里还要强烈100倍。真正的长大，是从你学会和自己同行开始的。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哲学家梭罗的故事。这哥们儿在20几岁的时候，跑到瓦尔登湖畔，自己动手盖了一间小木屋，在那里独自生活了2年2个月又2天。当时很多朋友都觉得他疯了，问他：你一个人住在那里，难道不觉得寂寞吗？难道不想跟人说说话吗？梭罗在信里写了这段话，大意是说：我发现，在大多数时候，跟自己相处比跟任何人在一起都要舒服。当我置身于大自然中，我和树木、和湖水、和清晨的微风在一起，我怎么会觉得孤单？这就是 solivagant 的精神。一个真正的独行者，不是因为社交恐惧，不是因为讨厌人类才选择一个人走，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他不需要透过别人的认同来填补内心的空洞。能够和自己好好同行的人，才拥有最硬的核心。因为当你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你没有同罪的压力和比较，你不用去迎合别人的步调，你不用去扮演社会期待你演出的角色，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节奏去观察这个世界，去思考那些在嘈杂环境里根本想不透的问题。老头 Z 觉得独处就像是一面镜子，它会把你平时用喧嚣、用忙碌掩盖住的焦虑、恐惧和欲望原封不动地照出来。只有当你敢于直面这面镜子，敢于跟那个不完美、会迷惘的自己安静地坐在一起，你才能真正认识自己，长出属于你自己的力量。所以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又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做决定的时候，别觉得难堪，也别急着抓起手机找人取暖，试着闭上嘴巴，深呼吸，享受那一刻的安静。那不是孤单，那是你作为一个自由的灵魂，正在跟自己同行，正在开始长大的证明。小英总统在演讲里送给毕业生的一句话，老头 Z 认为是整场致辞里含金量最高的一段。他说：女生不需要被别人定义，也不需要被别人限制。今天我还要再加一句，不止不要被别人定义，也不要太急着定义自己。不要太急着定义自己，这句话我建议你把它抄下来，贴在你的电脑荧幕前，或者写在你的笔记本第1页。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太喜欢定义别人了，而我们自己也太急着给自己贴标签了。当你考上顶尖高中，你就被定义为精英；当你读了电机系，你就被定义为未来的工程师；当你30岁还没结婚，你就被定义为剩男或剩女。我们从小到大就像是被塞进一个又一个塑胶模具里，每个人都被期待要长成那个模具设定好的形状。更糟糕的是，我们自己也常在不知不觉中用这些标签给自己判了死刑。你可能在几次人际关系受挫后就告诉自己，我就是个不擅长社交的内向者。你可能在某次创业失败后就告诉自己，我这辈子就只能当个拿死薪水的上班族。你可能在某个领域表现不如人，就告诉自己，我没有天分，我只能这样了。这种行为在法国哲学家沙特的眼里叫做自欺 （bad faith）。沙特提出过一个很经典的哲学命题，叫做存在先于本质。什么意思？沙特拿一把剪刀做例子，剪刀在被制造出来之前，它的本质就已经被决定了，它是用来剪东西的，它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存在。但人不一样，人是先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呼吸，会哭泣，会移动，然后我们透过我们做出的每一个选择，踏出的每一个脚步，来慢慢塑造和定义我们的本质。换句话说，你不是生来就是个工程师，是个失败者，或者是一个内向的人，你是一张白纸，你随时都有自由去做出新的选择，去重新发明你自己。如果你在18岁、28岁，甚至38岁的时候，就急着用别人的标准，用你过去的失败给自己贴上一个我只能这样的标签，你就是把沙特所说的自由亲手丢进了垃圾桶，你主动放弃了自己人生的无限可能性。一个真正的 solivagant， 一个自在的独行者，他出发的时候，背囊里装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满满的好奇心和勇气。他愿意带着那些不确定，愿意带着我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是谁的迷惘，
慢慢的去看看世界，也慢慢的去发现那个自己从来没想象过的自己。老头自己常常在想，如果我当年在30岁的时候就定义自己这辈子只能在办公室里写程式写到死，那我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用这个破嗓子跟你们聊哲学了。人生好玩的地方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自己。所以别急着给自己盖棺论定，未来的路还长得很，多给自己一点不确定性的空间，那才是生命最迷人的地方。好，说到这里，老头子要来自我打脸了。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影片，你应该知道，我这人最讨厌那种把话说得太满了，好像发现了什么终极真理的专家。所以前面我把 Sullivan 吹得跟神一样，把一个人走描写得跟大侠一样潇洒。现在我要亲手推翻它，因为真正的世界从来不是单选题。我跟各位坦白一个我年轻时的糗事，我30出头那几年也曾犯过这种文青病。那时候工作刚起步，碰了几次钉子，就自以为看透了人情冷暖。我读了几本哲学书，就觉得一个人生活最酷最自在，主动把社交圈缩到最小，甚至身边朋友想约我关心我，我都觉得人家是在打扰我清静。结果呢，有一年冬天我得了严重的流感，高烧到快40度，躺在床上连下楼买碗粥的力气都没有。我拿着手机看着通讯录，赫然发现，因为我自己之前的高冷，我竟然不好意思打电话给任何人，生怕显得自己太软弱太狼狈。那一刻我才明白，自己以为的自在独行，其实只是害怕受伤而装出来的高傲。这个教训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儿 ：Sullivan 是学会和自己同行，但绝对不是把自己和世界隔离开来，活成一个刀枪不入的冷血动物。如果你把自在独行当成了你逃避社交挫折、害怕受伤的挡箭牌，那你根本不是在享受孤独，你只是在逃避真正的强大。不是你永远不需要别人，而是当你一个人走在路上，知道自己是谁，能够自在独处的同时，你依然保有一颗温暖开放的心，去理解别人，去支持别人，并且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接受别人的善意。小英总统演讲里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一个能够自在独行的人，会更知道如何珍惜同行的人。这句话真的是过来人才能体会的智慧。当你还不够成熟，你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你跟别人同行，往往只是在寻找依赖，或者是在同增比较中寻求优越感。你会害怕被抛弃，你会委屈自己去迎合别人，这样的同行走得又累又痛苦。只有当你完成了与自己同行的修行，当你已经能够在黑暗中自己站立、自己发光的时候，你跟别人的关系才真正摆脱了控制与索取。这时候的你会用一种更纯粹、更宽容的角度去看待身边的人。你不需要他们来填补你的空虚，你只是单纯的欣赏他们的灵魂，感激他们，愿意在你人生旅程的某一段路上陪你一起走过。所以记住老头 Z 的大叔警告，别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你可以自在的在海上航行，但别忘了在岸边留一盏灯，也别忘了对那些朝你挥手想跟你并船同行的旅人露出一个温暖的微笑。影片的最后，小英总统送给毕业生3个祝福。老头 Z 虽然年纪比他小一点，也没当过总统，但好歹在人生的泥淖里滚了快半世纪。我今天也想把这3个祝福用大叔的硬核语义重新翻译一次，送给你们。第一个祝福，小英总统祝大家保持好奇心。老头 Z 的硬核版翻译是：把你的偏见和傲慢扔进垃圾桶。很多年轻人，甚至很多我这个年纪的中年人，之所以活得越来越无趣，越来越面目可憎，就是因为他们的好奇心早就死光了。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世界，看透了人性，每天用一堆标签去套人套事儿。遇到新事物，第一反应不是这很有趣，我想了解，而是这又没什么，都是套路。听着，一个独行者最珍贵的行李就是好奇心。当你愿意对这个世界多问一句为什么，对自己多问一句我真的只有这样吗，你才有可能在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迷雾里慢慢看清方向。好奇心是你对抗世界平庸与麻木的终极武器。第二个祝福，小英总统祝大家允许自己不完美。老头 Z 的硬核版翻译是：承认自己有时候就是个废物，没关系的。我们这个社会对完美的追求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IG 上每个人都在展示精致的生活，职场上每个人都在假装情绪稳定。在这种环境下，只要我们稍微觉得累了、迷惘了，或者犯了个错，我们就会产生巨大的罪恶感，觉得自己输了、搞砸了。别傻了，你又不是机器人，你凭什么要求自己每一次都表现完美？你凭什么要求自己每个阶段都无比确定？累了就躺平睡一觉，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就停在路边抽根烟、喝杯咖啡，那不叫退步，那叫系统维护。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有脆弱和混乱的时候，这不是懦弱，这才是最顶级的勇敢。因为只有当你敢于接受自己的阴暗面，你才有可能长出真正的坚韧的骨头。第三个祝福，小英总统祝大家记得曾经同行的人。老头 Z 的硬核版翻译是：珍惜相遇的缘分，但也做好随时说再见的准备。
今天之后，不管你是北一女的毕业生，还是已经在社会上打拼多年的社畜，你身边的人都会渐渐走向不同的地方。人生的列车上，有人上车，就注定有人要下车。你不需要去强求那些已经渐行渐远的人留下来，也不用为了解释自己的改变而心力交瘁。你只需要在他们还在车上的时候，好好看着他们的眼睛，一起笑，一起泪，一起喝杯茶。然后，当他们要下车的时候，真诚地说一声一路顺风，感谢他们曾参与你青春里最珍贵的篇章。带着这3个大叔的硬核祝福，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在的 Solivigant。一个人的时候腰杆挺直，不害怕；和别人同行的时候心胸敞开，懂得珍惜。对了，最后说句大实话，老头 Z 今天这期影片能有这么精彩的题材，还真得好好谢谢前邻居小英总统。虽然咱们平时对政治人物各有各的看法，但他这场毕业演讲里的智慧，确实是实打实的过来人体会。谢谢小英总统的智慧，给了我们这么好的生活素材，也顺便让老头 Z 这期影片能蹭上点热门流量。希望大家在蹭完这波热度之后，别只记得绿色制服差2分，而是真的能把这3个祝福放进你的行李箱里，去走你自己的路。今天的老头 Z 人生观测站就聊到这里。你也是那个在寻找标准答案的 Solivigant 吗？你在人生的这张考卷上，曾经为了得到别人的满分，付出了什么代价？在下方留言跟老头 Z 聊聊。如果你觉得这个老家伙的碎碎念还算有点道理，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这对我们这个小小的观测站非常重要。我们下期继续观测人生。